会计审计底稿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搞的区别对待吗？那么底稿审查到底是在审查什么呢？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中国政府撒手不管了， PCOB 你要查什么就自己去查吧，中概股又可以了，买中概股可以躺赚了。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美股市场本周的一个大新闻是，中美双方就中概股的审查问题达成了共识，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不用再面临退市警告。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概股又可以了，买中概股可以躺赚了？我们先别着急下结论，先来聊一聊中概股审查退市的前因后果。中概股之所以会面临退市警告，主要是因为美国要审查中概股的会计审计底稿，中国政府不让，所以就要被退市。那么会计审计底稿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搞的区别对待吗？美国为什么要坚持检查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检查审计底稿的机构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 SEC 美国证监会，而是一家名字叫做 PCAOB 的会计师行业独立监管机构。PCAOB 是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首字母的缩写，这个机构在2003年成立。它的成立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一部法律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而这个法案的通过又是因为当时一桩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安然公司破产。安然在破产前一度是美国的第7大公司，主营业务是天然气和电力，员工有21000多人。给安然公司做财务审查的是美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它也是全球5大会计师事务所。而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会计师事务所只有4大呢？因为安达信因为帮助安然制作虚假财报，名誉扫地，早就注销执照做不下去了。最后安然公司高管入狱，公司破产，这直接导致了4000人失业。另外有15000名员工的几十亿养老金因为买了安然的股票而瞬间蒸发。安达信方面因为销毁文件的行为被判妨碍司法公正，安达信的名誉受损，接不到新的业务，最终放弃了执照，导致8.5万名员工失业。安然事件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这个法案明确制定了审计报告的编辑标准，以此来防止安然公司破产案的重演。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立 PCAOB 这个独立的会计监管机构，这个机构主要是检查会计师事务所，确保他们的工作遵守职业道德，制作的公司财报、披露的公司信息是正确的。可见美国方面并不是针对中国公司才推出的这个政策，但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需要遵守 PCAOB 的会计底稿审查。根据 PCAOB 官网的数据， PCAOB 无法获得审计底稿的276家上市公司里，9成都是来自中国的企业。那么底稿审查到底是在审查什么呢？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PCAOB 并不会直接到中概股的公司去检查公司的内部文件，而是到会计师事务所去检查会计师事务所的文件。审计底稿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审计底稿就像行车记录仪，详尽地记录着审计过程，大到被审计公司的管理层组织架构、人员构成、政商关系、书面声明、管理建议书，小到有关重大事项的往来信件，甚至是项目组内部与被审计单位举行的会议记录，全部都是记录在案的。涉及跨境检查的时候， PCAOB 一般会和当地的监管机构合作。另外，美国的 SEC 不会参与 PCAOB 的检查，但是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会计事务所违反了 SEC 的管辖范围内的法律法规， PCAOB 会向 SEC 通报情况。这样的检查流程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跨境检查的时候， PCAOB 会和当地的监管机构进行合作。比如说如果要来中国审查，因为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受财政部门的管辖，所以会有地方财政部门陪同审查，而且所有的审查内容都会要求提前准备。PCAOB 会提前告知会计师事务所要检查的内容，还给了时间准备。
这就相当于开卷考试了。如果还考不好，那就说明真的是没有做好功课。中国政府部门为什么会对 PCUB 的检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首先，中国方面执着的是监管的主权，也就是说，凭什么让外国人入境审查中国的机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反问一句，美国凭什么让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既然上市了，凭什么不遵守上市地区的法律法规？日本起初对 PCUB 的入境检查也是非常抵触的。日本注协在2003年向美方明确表示， PCUB 不应该入境日本检查，而应当信赖美国的会计监管机构。但是话音刚落，在2006年爆出了美国普华永道化妆品公司加纳宝财务造假的丑闻之后， PCUB 要求单独对日本的5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现场检查。日本理亏，只能宣布和 PCUB 达成联合的检查协议。而在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之后，中国政府还是如此的硬气，让人不禁联想，不允许检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中国政府的观点认为，跨境检查涉及数据主权及国家安全保密问题，而这2个问题更加难以量化，也难以公开讨论。PCUB 表示，他们不会留存审计工作的底稿，他们也不需要检查所有的工作底稿。另外，根据 PCUB 公布的信息，英国、德国等国的监管部门在与 PCUB 签订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还会签订特别的数据保护协议，要求 PCUB 承诺在检查中所获得的数据只能用于会计的监管用途。就在半年之前，中美双方还一直就这个问题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而本周突然间毫无预兆的，中美双方竟然达成协议了。PCUB 的发言人说道，中国政府没有隐藏或者修改任何信息，也没有发现中国政府有任何不遵守协议条款的情况。在协议执行后，中国政府在实践中没有采取任何立场来阻止 PCUB 来检查和调查。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政府撒手不管了， PCUB 你要查什么就自己去查吧。态度转变之快，就如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一般，各级政府纷纷派出代表团出海找订单，民办教育也由打压变为继续大力支持，对阿里巴巴等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也停止了。中国政府似乎又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那么问题来了，已经逃走的外资还会回来吗？答案我觉得是肯定的，但又是否定的。资本一方面它是逐利的，任何资本都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全球第2大消费市场，但资本又是厌恶风险的。如此多变的政策，做长期投资的资本还会来吗？我觉得不会有之前那么多了。比如像苹果已经开始计划把产能往印度转移了。而不确定性对于短期资本来说似乎是一种利好，我个人对于中概股的态度也是如此。做长期投资的小伙伴最好不要碰中概股，政策风险太大。而朝短期来说，波动越大，获利的空间就会越大。那么大家是如何看待中概股的前景呢？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